我是天生的福星。没想到我妈居然要去妇产科做人流，打掉她肚子里的我。氪金有皮肤有脉的新号直接天崩开局，一怒之下，我决定给她点颜色瞧瞧。就在我妈排队等叫号的时候，她发现前几天买的彩票开奖了，6块钱的彩票中了60万。我妈一边瞳孔地震，一边用颤抖的声线和医生说：“我不做手术了。”我呵呵一笑，真正有能力的人从不抱怨大环境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是天生的福星，我带着泼天的富贵投胎进了我妈的肚子里。我妈马不停蹄去了妇产科，我信心满满，以为她要去做产检，结果她是要做人流，打掉她肚子里的我。医生劝我妈再考虑考虑，已经结婚了，而且你现在年轻，身体也好，恢复的也快，孩子来了就证明和你有缘分，为什么不要了？我妈斩钉截铁，因为没钱，家里经济条件不好，生下来也是跟着我受苦受累。妈，你可是我亲妈！天崩开局，于是还没出生的我当场就被判了死刑。好消息是，我的死刑没有立即执行，而是变成了死缓，缓一缓，等到明天再死。因为我妈吃了早饭，不能放麻醉做无痛，医生让我妈第2天早晨空腹再来。于是我妈骑着小电驴回了家，期间路过门口卖小笼包的早餐店，我顺手给老板加了财源滚滚吧，感激老板间接的救命之恩。我妈只是在十字路口等了个红绿灯的功夫，原本门可罗雀的早餐店眨眼之间就排起了长队。回到家，我妈前脚进门，后脚那个瘫痪在沙发上的男人就开口了。他淡淡地问道：“去哪了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快做饭吧，我都饿死了。”我妈对着他喊了一声老公，看来这是我爸。不过我爸的眼珠子像是被502胶水粘在了手机上一样，自始至终都不能分给我妈半个眼神。我妈当当当剁着菜板的手一顿，说道：“老公，我怀孕了。”听到这话的我爸愣了2秒钟，还外放着游戏直播的手机顿时就被他丢在一边。他连拖鞋都没顾上穿，激动地跑到我妈面前喊道：“老婆，这是真的假的？”还没等我爸反应过来开始高兴，我妈接下来就朝他泼了一盆冷水。我妈有些不舍，顿了顿又继续说道：“但是我想打掉。”我爸皱起眉毛，瞪圆了眼睛：“为什么？”我妈捏着他的手安慰道：“咱家现在的条件，孩子生下来也是跟着受罪的，不如等过一阵子，等你工作稳定了，等我再攒钱，条件好起来了，再要孩子也能给孩子更好的。”我爸立马就不干了，当下就猛地甩开了我妈的手，他一下子就变了脸色，声音也拔高了8个度：“钱，李可欣，我从前怎么没发现你是个这么拜金的人？你既然嫌我穷，嫌我没本事，那你干嘛要和我结婚？你怎么不去找个更好的？”我不知道我妈那句话刺激到了我爸这敏感肌一样的神经，明明我妈没说什么，话到我爸耳朵里却好像变了个味儿。我妈着急地辩解道：“老公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我爸显然没听进去半个字，他像是狂犬病发作的狗一样拍着胸口大叫道：“你知不知道我妈盼个孙子盼了多久了？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我妈的？你一个农村户口，我们家这种书香门第怎么会让你进门的？还不是亲口答应的我妈，一定让她早早抱上孙子。”顿时我妈像是被人捏住了大动脉一样，抿着嘴巴安静如鸡。
好半天，她才扯出一个尴尬的笑：“老公，你别生气好吗？过几天我去和妈赔礼道歉。”我爸被气得不轻，立刻就变身成了桌面清理大师。他抬手一甩，把我妈刚刚准备好的菜全都扫到了地上，切了一半的土豆落在地上，咕噜咕噜滚了2圈，停在了我妈脚边。我爸抓起外套就要出门，出门前还不忘记给我妈撂下一句狠话：“我现在就告诉我妈去，你要打掉孩子。”他匆匆忙忙出门，把我妈独自留在满地的狼藉中。没过10分钟，我奶奶就打来了电话。她把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架势发挥到了极致，张口闭口就是自己活不了几天，别人谁家都抱上第3个孙子了，只有她连第1个都没盼到。现在好不容易盼来了，这都是天意。我妈居然还要打掉孩子。我奶奶说，我妈这是要让他们老刘家绝后。我妈听完我奶奶的长篇大论之后，也表了态：“我不打了。”我妈对着电话小声地说道：“都听您的，妈。”听到我妈的这句话，让我突然有了一线生存的希望。挂了电话之后，我妈就一直摸着她的肚子，隔着她小腹薄薄的皮肉，我隐约之间能感受到她手心的温度。我在她肚子里翻腾了一下，我妈愣了一下，然后盯着自己的肚子，无限温柔地说道：“宝宝，你是妈妈的宝宝。”于是我就拼了老命的在她肚子里翻腾，试图让我妈的母爱再泛滥一些。很明显，我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。第2天一早，我妈就火急火燎地去了妇产科做人流。活呗，谁能活得过你啊，活爹！真正有能力的人，从不抱怨大环境。先帝创业未半，不能中道崩殂。我妈在火急火燎做人流，我也在火急火燎地联系下面打钱。就在我妈排队等叫号的时候，她发现前几天买的彩票开奖了，6块钱的彩票中了60万，新号氪金，有皮肤有脉，别踢！一瞬间，我听到了我妈像打雷一样的心跳声，就连她肠道蠕动的速度都变快了。她手里的手机吧唧一声跌在地上，我妈一脸呆滞，好像做梦似的拍了拍自己的脸，然后才抖着手拿起手机。好巧不巧，正好赶上了医生叫我妈好的前1秒。我妈一边瞳孔地震，一边用颤抖的声线和医生说：“我不做了。”医生顿时觉得这人莫名其妙，有些不高兴。正要说话时，我妈又来了一句。我妈一脸神秘的小声蛐蛐：“我刚刚蹲那排队，发现我之前买的彩票中了几十万，我觉得我能生下这个孩子了。”说完，我妈转头疾跑，穿过走廊，一头冲进了厕所的隔间，捂着嘴巴无声地大叫起来，上蹿下跳。如果说我妈像一只兴奋的大母猴，那我就是一只冷静的公狒狒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也不知道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好人好事。排队投胎时，下面的内部人员说我这把新号可是天生的福星，可没想到新号直接天崩开局，我妈居然想打掉我。一怒之下，我决定让我妈先中个几十万，给她点颜色瞧瞧。眼下我的小命就算是保住了，不用重开了。我妈开始安心养胎，我也能安心吃吃睡睡。阎王，对方撤回了一个小孩，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观察，我觉得我妈多少有点子恋爱脑在身上。如果说王宝钏挖野菜挖秃了一座山，而我相信以我妈登峰造极的实力，挖秃一座山简直易如反掌。我妈是舞蹈室的舞蹈老师，不仅人长得漂亮，身材也是顶呱呱。年轻时她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比赛，还拿了很多奖。与我妈不同的是，
我爸却是个实打实的穷小子。说是穷小子，好像也不太准确。毕竟早些年我爷爷还没进去踩缝纫机前，家里还是有钱的。我爷前脚刚走，后脚留给我爸妈当婚房的180多平的大平层，直接被抵押拍卖。而我爸妈只能搬回原来爷爷奶奶住的老房子里，家里一下子没了我爷爷这个顶梁柱，比天塌了还要恐怖。我奶奶已经退休，1个月退休金满打满算也才不到3000块，而我爸游手好闲惯了，没了我爷爷给他安排好的康庄大道，在家里消沉了好一阵子，每天就是混吃等死。后来还是我妈好说歹说，才把我爸劝去找个班上。可我爸眼高手低，脾气还爆炸，那些实实在在的工作，没一个能入得了他的眼。之后，我妈托人找了个清闲做办公室的活，送我爸去当会计算算账。可我爸嘚瑟的劲改不了，没过2天就把人家公司的发票明细发在了自己朋友圈，配文：小破公司规矩多，这点钱还没我爸那会一天挣得多。于是我爸就被理所当然地开除了。但这都不能让我妈放弃试图把我爸这滩烂泥扶上墙的想法。我妈越挫越勇，转头又把我爸塞去了另一个公司当库房主管。万幸的是，我妈的恋爱脑还没到无可救药的地步。我妈没把自己买彩票中了60万的消息告诉任何一个人，就连兑奖那天，她也是像做贼一样偷偷摸摸，独自一人穿着一身青蛙玩偶的衣服去的。可说是独自一人，似乎也不太准确，毕竟我也算个人。直到我妈怀孕5个月的时候，我隐隐觉得她的情绪似乎开始不对劲了。她会因为一点芝麻大的小事开始生气，开始痛哭流涕，也会在我爸出去喝酒之后，一个人无所事事，盯着电视机发呆到天亮。这是产前抑郁。可我爸并没有察觉出来我妈的不对劲。有一天半夜，我妈感冒发了烧，她的喉咙好像火烧起来一般，裹挟着粗糙的沙粒，如同破了洞的风箱。她撑着软成一滩泥的身体坐起来，然后轻轻地推上一旁鼾声震天响的我爸。我妈哑着嗓子说道：老公，老公，我发烧了，你帮我倒杯水吧，我实在没力气。如此往复，推到我爸第5下的时候，我爸腾的一下，像弹簧一样从床上弹射起步。他黑着脸对着我妈就是破口大骂：怎么就你是这么多？别人怀孕也没见你这么多似的，你没长手还是没长脚？渴了不会自己去倒水吗？我妈咬着发白的嘴唇说道：我发烧了，不舒服。我爸抓起身下的枕头，对着床头柜狠狠地甩了2下，红着眼睛大叫道：你难受，我就不难受吗？我明天还要上班，不像你，连班也不去上，每天只用在家享清福。听到这句话的我妈，身体很明显僵了一下。1礼拜前，舞蹈室的同事看出来我妈最近情绪不对，提议让我妈回家休息几天，而休息几天的代价就是少了一大笔课时费。我爸一直揪着这笔课时费喋喋不休，又大做文章。他把一切的原因都归咎于是我妈懒，找借口。我妈呆呆地看着又变身成床面清理大师的我爸，无所适从地抓着盖在身上的被子。我爸发够了疯，两手一摊，无比烦躁地冲着我妈嚷道：行行行，我去给你到总行了吧，真不知道是怎么摊上你这么个事儿精。我爸去客厅倒水，摔摔打打的声音一直持续到他端着水回来。我妈露出一个带着淡淡苦涩的笑意，顺手接过那杯水，说了声谢谢老公，你睡吧，我不打扰你了。
可我妈的手在碰到杯子的一刹那僵了一下。水的温度是冰冷的，和滚烫着的我妈截然不同。我妈的烧直接烧到了后半夜，我在她肚子里也烧到了后半夜。我只觉得自己像锅炉里的烤红薯，从里到外熟了个彻彻底底。我妈将我反复烘烤，竟让我变得香甜可口。都这样了，我妈第二天一大早还雷打不动地爬起来给我爸做饭。我爸一起来，看到早餐没有像往常那样摆在桌子上，他马上就开始对着我妈的背影催促。他喋喋不休，语气里满是埋怨：都这个点了，怎么饭还没做好？你今天几点起的？不知道我要上班的。锅里的鸡蛋被我妈用铲子熟练地翻了个面。我妈沉默许久，突然扭头与坐在桌子上等饭的我爸对峙起来。我妈问道：我烧了一整晚，今天一早还起来给你做饭，你不关心我身体有没有好点，张口闭口就是在催我。我是你的老婆，不是你免费的保姆。我妈的性格软惯了，突如其来硬气问的我爸有些懵。不只是我爸懵，我妈肚子里的我也有点懵。我爸一本正经地说道：那你不会吃药吗？我妈捏紧了手里的锅铲，接着一口气把锅里那颗完美的煎蛋用铲子剁了个4分5裂。我妈说道：你不知道怀孕不能随便吃药吗？见我妈发了脾气，我爸这才慢吞吞地起身，他的胳膊从我妈腰间穿过，从后面轻轻圈住了我妈。我爸放软了语气说道：好了，是我不好，我有点起床气吗？昨天晚上我虽然生气，不还是给你倒水了吗？不用做了，我去外面买点吃。打一巴掌再给个甜枣的伎俩，我爸手到擒来。偏偏恋爱脑登峰造极的我妈还很吃这一套。可这次我妈却有点奇怪，我爸这样半哄不哄的话没有像往常那样对我妈起到作用。我妈的脸依旧是冷着的，冷着脸看着我爸穿上外套出门，又冷着脸把锅里一塌糊涂的煎鸡蛋统统丢进了垃圾桶。虽然我妈的恋爱脑登峰造极，但是我的脑子还没异常到霸保女的程度。我决定也送我爸个甜枣尝尝看。我当机立断就联系了下面，让梅神送我爸一个倒霉6件套的套餐。我爸这一整天直接就是一个霉运属性大爆发，先是在小区里踩到了狗巴巴，接着就是小电驴爆了胎，开车路上被人从桥东别到了桥西，上班迟到被经理当场抓到扣了200块钱。中午点的外卖里面有钢丝球，给老板打电话，老板污蔑他是同行恶意找茬。下班准备开车，发现车前盖上被人画了一个大大的猪头，想调监控，结果不幸监控坏了正维修。我爸的这一天堪比西天取经历经9981难还艰难。我以为他会长点记性，老老实实回家陪我妈，结果我爸是彻底没了回家的心情，转头喊来几个狐朋狗友，打算搓一顿烧烤，再去洗脚城洗个脚。哈，不是我请问呢，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你说你惹谁不好呢？偏要惹我这个福星。我让梅神憋了个大招，我直接把我爸的目的地从洗脚城更换到了医院急诊。我妈忘记把排插的开关打开，装模作样的给手机充上电就睡觉了。手机在我爸给我妈打来电话的前几分钟就已经电量耗尽关了机。事情的起因是我爸在烧烤摊吃烧烤，几瓶啤酒下肚，膀胱不由得有些紧张。他去店里上厕所，一个脚滑摔向了旁边的铁架子，电光火石之间就把自己的脚踝划了1到2个指节长的口子。
脚踝处的肉薄，这一下就隐隐看到了外翻皮肉之下的骨头。我爸被几个吓坏了的狐朋狗友火急火燎地送去了医院，因为喝了酒不能打麻药。几个狐朋狗友得了医生的指令，和几个护士牢牢地把我爸按在急诊室的床上消毒的时候，我爸就已经开始扯着嗓子惨叫了。他的悲鸣震耳欲聋，又惨不忍睹，能掀翻医院的屋顶。医生满脸鄙夷，大老爷们的。缝合针带着黑色的线，把我爸破布一样外翻的伤口重新接在一起，来来回回数次穿过皮肉。我爸从扯着嗓子撕心裂肺的干嚎，变成了带着哭腔的含糊不清的痛哭流涕。缝完了针，我爸却迟迟不愿意离开医院，他坐在急诊室的床上休息，抹着眼泪给我妈打电话。听筒里传来：“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”我爸哭哭啼啼继续打。听筒里再度传来：“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”我爸的耐心只够给我妈打2个电话，他当机立断就摔了手机，在急诊室里甩着鼻涕眼泪破口大骂，连飙脏话。几个狐朋狗友压根没带劝的，反而是跟着我爸一起指责我妈。转头的功夫，他们几个就被几个护士喊来的保安赶了出去。于是我爸开始给我奶奶打电话告状。我奶心疼儿子，匆匆赶来医院，骂骂咧咧给我妈打了几个电话，也都是关机。索性我奶就把我爸接回了他那去住，准备等一大早再当面和我妈算账。于是第2天清早，我妈是被踹门声惊醒的。来者不善，我奶凶神恶煞，脸上的皱纹凝成了马里亚纳海沟。我妈很快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但是对现在的情况一无所知。我妈弯起嘴角，放软了语气问道：“出什么事了吗？”我奶一见我妈，顿时气就不打一处来，她指着我妈的鼻子就开始骂：“你男人一晚上都没回来，你就是这么当老婆的，一个电话也没有，不管不问，出了事联系你都联系不到，电话也是关机。”我爸夜不归宿可是常事，在我妈怀孕之后更甚。我有时候都怀疑这不是我爸的家，那洗脚城和酒吧才是我爸的归宿。我妈愣怔着摸向一旁的手机，按了许久开机键，最后弹出的却是电量不足的提示。我妈连连给我奶赔罪：“不是的妈，渐渐出了什么事吗？我手机没充上电，关机了。”我奶听不进去一点我妈的解释，二话不说，扬起手就送了我妈一个大嘴巴子。清脆的掌乖声落下，久久地在屋子里回荡。我妈身形不稳，趔趄2下，先是下意识地护上了肚子，然后扶上一旁的凳子，这才没摔倒。这一巴掌打得我心惊肉跳，下意识抓上了脐带。我奶此时此刻活脱脱就像地府里爬出来索命的恶鬼，他的眼珠子瞪着老大，本应该上了年纪而浑浊的眼球，现在却透露着一股清明的阴狠劲。我奶继续骂道：“你这么个农村来的，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我和他爸当初死活都不同意你这种人进门，我们家的门槛是渐渐拼了命的求，才把你求进来的，现在你就是对渐渐的。”我妈捂着肉眼可见红肿起来的脸，愣神，不知道是我妈喃喃自语，还是在对我奶说。我妈小声说道：“你儿子夜不归宿的事情还少吗？自从我怀孕之后，他到点就下班回来的日子屈指可数。大家都是女人，都知道为人妇的辛苦，怎么偏偏到我身上，你就一个字都不提呢？”我奶难缠，压根听不进去我妈的半个字，只知道不停地替她儿子诉苦。
仿佛他儿子娶了我妈就是受了天大委屈。我奶自顾自地骂够了，走之前他甩给我妈200块钱，像打发天桥上的那些乞丐一样。我奶不屑一顾，歪着嘴上下打量我妈，然后说道：“不务正业，狗屁的舞蹈老师！看在你肚子里有我宝贝孙子的份上，这次的事情我就不和你计较了。再有下次让我儿子受委屈的，我不管他怎么求，哪怕你肚子里怀了个金疙瘩，我也要把你从我家赶出去。”自那之后，我妈对我爸的态度就冷淡了许多。我奶扇了我妈1巴掌的事，我爸当下就知道了，可我爸没安慰我妈，反而把屎盆子全都扣在了我妈身上。因为这件事，我爸还和我妈单方面的大吵了一架。我爸又变身成了地板清理大师，一屁股坐在地上就开始发疯。他对着我妈骂道：“我妈心疼我，你活该！谁让你不管我的？谁让你不接电话的？我妈打的，你有错吗？”我妈的眼底冰冷一片，毫不客气地开口评价道：“妈宝男，真恶心！”听到这话，我爸顿时不干了，张牙舞爪地开始在地上翻滚，大吼大叫道：“放屁！我妈说我才不是妈宝男，你放屁！我没放过我爸，同样也没放过我奶。”我奶扇完我妈的第2天，就被路上有精神病、一直疯疯癫癫的老太太当街扇了1巴掌。老太太身手矫健，在一众过路行人中瞄准了我奶，就冲了上去。1巴掌下去之后，老太太当众就开始指责我奶勾引他家老头子。我奶当然不服这1巴掌，可都没来及动手，第2个巴掌就紧随其后。周围的围观群众多，可没一个人敢上前拦的。2个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太太，何况其中一个还是大家都知道的精神有问题，只能嘴上劝2句。几分钟的功夫，老太太左右开弓，结结实实让我奶吃了10几个巴掌。这下我奶服了，最后我奶顶着肿成猪头的脸报了警。老太太的家属得了消息，姗姗来迟，可因为老太太有精神病史，只能以赔礼道歉来结束。可到最后的赔礼环节时，家属又面露难色，表示家里困难，他们拿了证明自己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，而他们赔给我奶的钱，正好是我奶前1天打发我妈的200块。我奶因为这事连着1个礼拜不敢出门，就连做梦都是梦见自己被人扇巴掌。我奶要碎了，她写信给了我爷，想让我爷能抱抱她。可我爷在里面把缝纫机都快蹬出火星子了，能不能收得到他的信都成了大问题。我爸脚上有伤，他说伤筋动骨100天，于是理所当然地请了1个月的假。他的脚早就拆了线，却迟迟不愿意回去上班。倒是我妈挺着6个月大的肚子，时不时去舞蹈室代课，给我攒奶粉钱。因为我妈知道，养一个孩子的成本绝不只是60万就够的。这1个月，我爸没了收入来源，他理直气壮地朝着我妈一摊手：“没钱了，给我钱！”他这架势，仿佛我妈就该欠着他的。我妈冷笑一声，送了我爸一个白眼：“我没有，你去和你妈要。”我爸拧起眉毛：“凭什么和我妈要？你不会和你妈要啊？”我妈偏过头，不想理会他，可嘴上却忍不住地回他：“我爸妈都是农民，年轻时守着那1亩3分地过活，现在老了又没有养老保险和退休金，吃低保能给几个钱？”出乎意料的是，我爸没继续在这件事上缠着我妈，可前1天还在哭穷的他，第2天就斥巨资买了一个最新款的平板电脑。我妈看着我爸玩得不亦乐乎的新平板，条件反射似的点开了手机，查看自己银行卡的余额。
不出所料的，我妈辛辛苦苦给我攒的奶粉钱直接少了8000块。一瞬间，我妈气得连手都在止不住的发抖。我妈拿着手机质问我爸：“你趁我睡觉把我卡里的钱转走了？”我爸玩得正在兴头上，连头也没抬，倒是觉得我妈扫了他的兴，不耐烦地吼道：“你有钱为什么不给我花？”我妈一下子就红了眼眶：“那是我给孩子攒的奶粉钱啊，我没有和你说过吗？不要动我卡里的钱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！”突然之间，我妈毫无征兆的崩溃大哭：“哪怕你是真的没办法了，走投无路了，拿这钱去吃饭也好，你为什么在孩子不到3个月就要出生的节骨眼上，拿孩子的奶粉钱去买一个平板？”我妈的哭声没有迎来我爸的心疼，反而是让我爸的不耐烦更甚。我爸瞪着眼睛，怒视站在一旁哭泣的我妈，阴狠地咆哮道：“我花了就怎么了？我已经花了，我马上就去上班了，你还不能让我消停2天吗？8000块好像要了你的命，我一上班就还给你，真晦气！”我妈哭了许久，直到哑了喉咙，眼泪再也流不出来。我妈这才知道，眼泪对一个对自己毫无感情的、骨子里冷血又自私的男人是毫无作用的。预产期前2个星期，家里突然停水了。为了应对老小区里每次突如其来的停水，我妈习惯性的会在卫生间里预备2大桶水，专门用来冲厕所。我妈上完厕所才发现已经停水了，她看看马桶，又看看一旁的水桶，她快要临盆的大肚子，行动很是不方便。我妈犹豫许久，才喊来在客厅打游戏的我爸。我妈说道：“帮我冲下厕所吧，我身体不方便。”我爸看了一眼马桶，嫌弃立刻就写了满脸。他阴阳怪气地咦了2声，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。他手上始终没有动作，可嘴上却不停：“你一天要上几次厕所呀？一天啥也不干，就是往厕所钻，知道会停水还要上厕所。”我不得不为我爸的脑回路所折服。孕晚期，子宫会压迫到5脏6腑，上厕所的频率增高是再正常不过的事，何况因为停水就不上厕所，这是什么荒谬的逻辑？我爸始终不愿意搬水桶帮我妈冲厕所，而面对自顾自骂骂咧咧的我爸，我妈始终沉默着，盯着我爸的脸看。我妈死死地盯着我爸的脸，从额角的痣到他的眉毛、鼻子、眼睛，最后又落回嘴上。许久之后，我妈说道：“我觉得我们起码还算是夫妻，夫妻之间帮忙冲厕所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吗？我从来都不会嫌弃你，也心甘情愿为了你做这些事情。”我爸强词夺理：“我没有嫌弃你，你可别自己闲得没事做，脑补多想，污蔑我。”我妈没理他，继续说道：“我现在怀着你的孩子，可好像孩子是我一个人的一样。不过也好，孩子有妈妈就足够了。”我妈的眼睛亮晶晶，她猛地抬起头迎上我爸有些茫然的目光。接着，我妈又坚定地问道：“不是吗？”我爸愣怔了几秒，接着一张脸就变得狰狞又扭曲。他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：“你够胆子的，就再给我说一遍。”我妈的声音依旧是软软轻轻的，可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。我妈的眼睛一眨不眨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离婚。”我爸的暴力来得毫无征兆，他猛地一把推上我妈，这一下他可是用了十足的力道。他丝毫不顾忌我妈即将临盆的身体，只是一味地以自己的情绪为中心。我爸是个不折不扣的幼稚鬼，即使我妈再眼疾手快、反射弧惊人，也敌不过一个成年男人的力量悬殊以及自己不变的身体。
我妈扑通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她的后背撞翻了墙角的水桶，水桶顷刻间翻倒，泼了我妈一身。冰冷的水带着湿意在我妈身上蔓延，被打湿的居家服紧紧地裹挟住我妈的每一个毛孔。这一撞，我本就已经入了盆骨的脑袋开始以微妙的速度往下坠，几乎就在一瞬间，我妈就捂着肚子，脸色惨白的开始喊疼。而始作俑者我爸却暴躁地说道：“装什么装呢你？再给老子装一下！”他手臂上的青筋暴起，他突然朝着我妈伸出手，可这一下他不是要扶我妈，而是一把重重地推上我妈的肩膀补刀。温热的液体稀稀拉拉顺着我妈的腿缝流出，渐渐与瓷砖上的水融为一体。我妈的额角渗出细细密密的汗，她无视我爸，挣扎着爬起来找到手机打救护车。这时我爸才意识到不对劲，他犹豫再三，终于舍得拉下自己的脸面，别扭地搀上我妈。可我妈却一把手将他甩开，坐在地上扶着肚子深呼吸。她看着我爸的眼神，从先前的委屈和怒意变成了现在的冷漠和恨意，漆黑一片的瞳孔深不见底，像是酝酿着巨大风暴，又像是一滩毫无生机的死水。救护车滴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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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赶来，把我妈拉到了医院，而我爸连一件外套都没给我妈拿，倒是我妈理智的可怕，换掉了湿衣服，还拿上了早就准备好的助产包。生产时，我妈太瘦，有些使不上力气，虽然是顺产，可也做了侧切。天空一声巨响，本福星闪亮登场，医生把我抱到我妈眼前，说道：“5斤7两，是个漂亮女孩。”我妈的头发被汗打湿，满是疲惫的眼睛却亮晶晶，她没力气，却依旧努力发表感言：“丑，好丑。”亲妈原本得了消息兴高采烈赶来的奶奶，一得知我的性别后就立刻蔫了下去，她一下子就没了之前刚知道我妈怀孕时感觉能扛着电动车走10里地的精神头，现在她的一张脸比骑着电动车连人带车一起摔进了沟里还要惨烈100倍。我奶扒拉开裹着我的小被子，盯着我的屁股确认了好几次，才心灰意冷地接受了我是个女孩的事实。屁股凉飕飕，我嗷嗷叫抗议：“多冒昧呀！你礼貌吗你？”对着躺在床上虚脱无力，动动手指头都难如登天的我妈，我奶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。我奶黑着脸说道：“感情折腾半天，你就生了个女孩，都说肚子尖尖的是小子，白白浪费我这几个月端茶递水的伺候你了。真想从你嘴里把我那几锅鸡汤抠出来。”听到这话，我妈微微张了张嘴，大概是半个音都发不出来，索性就脑袋一偏，闭上了眼睛。我奶对我们母女俩的仇，我第2天就报了。我在她怀里拉了坨大的新生儿墨绿色的粑粑，呼了她满手。我看不清楚她的脸，但是根据她脸上褶子的走向，不难看出此时此刻她表情的精彩。她咬紧了牙，像触电一般，立刻把我丢给了我妈，然后皱着一张老脸夺门而出。下午我爸就来了，他心血来潮地抱起我，身上的烟味和酒味，还有那股子中年男人不爱洗澡的头油味，熏得我直倒胃口。不止我嫌弃他，他也很嫌弃我。我爸完全没有已经成为一个父亲的感觉，他看我的眼神更多的是新奇。见我妈态度冷淡，他自以为很幽默地开玩笑道：“是我亲生的不？”我妈依旧没理他。我爸又接着说：“虽然说生女儿也好，但是妈还是喜欢儿子，过段时间就再要一个女儿，一个儿子，凑一个好字。不过也不能拖得太久了，索性就今年。”
我爸又抱着我，对我贱兮兮地说道：“妞妞马上就要有弟弟了，以后妞妞和妈妈一起照顾弟弟，还有我的事呢。”可惜我不堪入耳的骂街声，通通变成了嗷嗷嗷的嚎哭。听到这话的我妈立刻拧起眉毛：“我刚生完孩子，才第2天，才2天不到，你家就想让我再怀？你妈疯了，你也疯了！”我妈让我爸滚出去，可我爸不知道抽了哪门子风，自告奋勇说要照顾我妈，哄我妈开心。但当他一掀开我妈的被子，看到我妈下半身狰狞的伤口时，他一下子就变了脸色。他像是看到了什么妖魔鬼怪，难以置信地捂着嘴，连连后退了几步。然后他皱着眉毛，无比嫌弃地下意识了句：“好恶心。”可我没想到的是，现在听到这句话的我妈，像见惯了大风大浪一样，连眉头都没皱一下。她只是默默地盖上了自己的被子，滚了滚沙哑的喉咙说道：“滚！”姥姥姥爷也得了消息，大老远从外地赶来看我妈。一进门，姥姥看见病床上的我妈，当下就掉了眼泪。她一边抹着眼泪，一边强撑着笑意说道：“好事呀，这是好事！你看妈一把年纪了，这么大的喜事还哭什么？我家宝也当妈妈了。”老爷抱着我亲了又亲，被他精心刮过的胡茬像砂纸，他就一个劲地用下巴磕在我脸上打磨。老爷眉开眼笑，喜欢我喜欢得不得了，就差没把我一口吃进肚子里。他乐得合不拢嘴：“真漂亮！你看这大眼睛，还有睫毛，和咱们可心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，都是大漂亮丫头。”我妈的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几圈，还是控制住没掉出来。先前怀孕期间，我妈就拒绝了我姥姥好多次想过来帮忙的想法。我妈报喜不报忧，发烧生病孕反，甚至是被我奶和我爸骑在头上，也从没和自己家里讲过。她不愿意让我姥姥姥爷担心，也始终觉得这段婚姻还没到那种继续不下去的地步。可现在，现实中真真切切所发生的一切，已经彻底粉碎了他能挖光山头野菜的恋爱脑。之前的他，为这段本就不正确的婚姻加上了一段名为爱情的滤镜，可在那些柴米油盐与鸡毛蒜皮的侵蚀下，那层滤镜也逐渐被瓦解，分崩离析。有人说，生了孩子才是婚姻的第1年，也有人说，已经不再年轻，现在回头已经太晚太晚。可不论何时何地，只要下定了决心，都还不晚。我妈斟酌许久，对姥姥姥爷说：“我要离婚。”我爸和我奶之前对我妈做的事情，一桩桩一件件事无巨细的被我妈全盘托出。姥姥和姥爷先是难以置信的震惊，接着脸色就渐渐黑如锅底。姥爷大骂道：“畜生！不，这是连畜生都不如的东西！”我靠在姥爷怀里，咿咿呀呀。姥姥抓起包，起身就要走。她喊道：“我现在就去找他家算账去，敢这样对我女儿！”我妈眼疾手快，一把手拉住了蓄势待发的姥姥。我妈劝道：“我已经不想和他家扯上任何关系了，我现在也不想算账，我只想和他离婚。”姥姥咬着牙，愤愤道：“那也不能就这样算了呀！”第2天下午，姥姥以去买水果的名义，背着我妈去找我奶算账。可我奶都中风了，现在人还躺在医院里。姥姥按着模糊记忆中的地址找上门的时候，家里空无一人。她连着拍了好几下门，却始终得不到回应后，就站在门口大喊道：“你欺负完我女儿，就当起缩头乌龟了吗？你当我家是好欺负的？”她话没喊2句，隔壁的邻居听到动静出来，这才告诉他，我奶昨天晚上中风，人已经送去医院了。
邻居顺便还把医院地址告诉了姥姥。姥姥谢过之后，就火急火燎赶去了医院。路过医院门口，他还特意拎了一个果篮。姥姥进到我奶的病房，一看见病床上的我奶，马上就大吃一惊。哎呦喂，亲家母咋好端端闹成这样了？姥姥中风住院，我爸只把我奶送到医院，马上就被狐朋狗友喊去了洗脚城。当时医生和我爸说没有生命危险，虽然会偏瘫。我爸听进去了前半句，却没听进去后半句。医生的话在他脑袋里盘旋了数圈，最后消化成了没事这2个字。于是他就乐呵呵地撇下我奶，去了洗脚城美美洗脚。姥姥扯过一旁的凳子，坐在我奶面前，然后他就仔细地端详起我奶来。我奶一只眼睛张了半个，另一只眼睛睁得老大，左眼站岗，右眼放哨，嘴巴又歪又斜，翘到可以顶一瓶汽水。我奶看见姥姥，神情有些激动，大概是以为来看望自己的，嘴里含含糊糊蹦出几个字：啊，亲家。姥姥点头，抓起桌上的抹布就胡乱地擦着我奶太激动流出来的口水。这会是下午阳光正好的时候，病房里其他2个床位病人都被家属推到院子里晒太阳了。眼下除了姥姥和我奶，就再也没有第3个人。姥姥小声说：太惨了，亲家母。话说到一半，姥姥突然大笑了起来，然后从一旁的果篮里抓起一个橘子就开始剥皮。姥姥继续说：可心当初要嫁到你家，你家瞧不上我家，是农村来的，可我家还瞧不上你家那不修边幅的混账小子，什么狗屁的书香门第，拿着鸡毛当令箭，仗着自家有那么个3瓜2枣的，就不把我家女儿当人了。姥姥一边说着，一边把剥开的橘子皮丢到了我奶脸上，带着橘子汁液的橘子皮啪叽一下，正好盖住了我奶翘到可以顶起一瓶汽水的歪嘴。我奶的情绪更加激动，2条眉毛像打起了架，五官飞快地扭曲着，嘴里还嗷嗷嗷的呜咽，也不知道是在骂街还是在骂街。姥姥笑嘻嘻地继续说道：不过现在好了，我家那傻丫头想通了，要和你家离婚。老天有眼，看到你过得这么不好，我就放心了。后来姥姥把果篮里的橘子全吃完了，而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的我奶也和每一块橘子皮亲密接触了一遍。姥姥于心不忍，捡起桌上的抹布，先擦了擦地，又擦了擦自己鞋，然后擦了擦我奶的脸。姥姥没把我奶中风住院的事情告诉我妈，她生怕我妈又因为这事狠不下心来离婚。不过都还没等我妈找我爸算账，我爸就先来找我妈了。我妈出院那天，我爸打来一通电话，电话刚接起来，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骂：你为什么不去医院照顾我妈？你不知道我妈中风住院了吗？有你这么不孝顺的儿媳妇吗？你怀孕那会，我妈是怎么照顾你的？隔三差五给你炖鸡汤。我奶是怎么照顾我妈的？除了给我妈吃大嘴巴，就是灌着滚过水的汤，连鸡屁股都没舍得让我妈舔一舔。我妈听到我奶住院的消息，抿紧了嘴巴，一旁拎着包抱着我的姥姥姥爷，一下子神情紧张，如临大敌。他俩盯着我妈的脸看，心里像打了一口叮叮当当的鼓，害怕我妈心软回头。没想到我妈沉默了一会之后，猛地大笑出声，她狂笑不止，笑弯了腰，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。我妈一边笑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你妈真是活该。我妈笑完最后一个哈，收敛起刚刚的神色，淡淡地说道：那是你妈，不是我妈，我要离婚。我爸听到离婚2个字，立刻就像炸弹一样
不知道他此时此刻又变身成了什么清理大师，只能听到电话那头摔东西的声音。我爸骂道：“你有本事和我当面讲，我对你不好吗？我是哪里做的让你不满意？我看我就是对你太好了，你蹬鼻子上脸了。”他顿了顿，像是想起来什么一样，突然斩钉截铁地下了结论：“你外面有男人了。所以我那天开玩笑问你，孩子是不是我亲生的，你才不说话，才变了脸。那是你和谁生下来的野种？怪不得你怀孕之后就变了个人。”我妈冷笑一声，打断他：“别狗叫了，结婚之后，饭是我做的，家务是我干的，碗是我洗的。你呢？白天上班，晚上打游戏，抽个空还得去喝酒洗脚。只要让你做家务，不是肚子疼就是头疼，要不就是上厕所，一上半个小时。你是不是掉厕所里了？怀孕之后，我是变了，因为我觉得我以后是既当爹又当妈。你是不是觉得你赚的那点钱，你就对得起这个家了？怨气就是这么积累下来的。你不知道我偷偷流下多少眼泪，偷偷咽下多少委屈，和熬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。事已至此，我都难以想象我的未来，我孩子的未来。所以离婚吧，明天民政局见。说完这些话，我妈就挂断了电话。她把心里积攒许久的脏东西终于宣之于口，她看起来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。那个名为婚姻的枷锁和镣铐终于从她脚腕处剥离开来，再也不能阻止她翩然起舞。我妈去了这里最好的月子中心坐月子，我和我妈像是即将要出栏的猪，受到了最高礼遇的款待，每天除了吃就是睡。短短1个月，我妈的身材就恢复得七七八八，可松垮垂坠的肚皮和蜿蜒如同毛虫一样的妊娠纹却怎么都变不回去。她也还不到30岁，她有时候也会看着自己的肚皮黯然神伤，然后思考着自己的牺牲所换来我这样的交换到底值不值得。我是天生的福星，眼下却也做不到把我妈的肚皮恢复成之前的模样。1个月之后，我和我妈搬去了新家，她就重新开始在舞蹈室代课，姥姥姥爷则担起了照顾我的大任。虽然我妈心疼姥姥姥爷一把年纪连觉都不能睡个安稳，但眼下实属无奈之举。姥姥一脸风轻云淡，我照顾我孙女那是心甘情愿。产后上班第1天，我妈很焦虑，她担心自己许久没有代课，会没有生意。前1天晚上，她辗转反侧，干瞪眼瞪到了后半夜。我其实很想告诉她，她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。我这泼天的富贵，我妈只需要数钱数到手，抽筋就好了。于是产后上班第1天的我妈就被一个客人指名，一口气交了8万的课时费。从前能签8000的课，我妈都要高兴1个月，现在8万块到手，我妈彻底傻了眼，连笑都不知道该怎么笑，只知道傻兮兮地问：“真的假的？”果不其然，我妈回家之后又像兴奋的大母猴一样，抱着我上蹿下跳。她兴奋地张牙舞爪：“宝贝，妈妈今天赚了8万块哦，你真是妈妈的小福星。”我依旧像一只冷静的公狒狒，我只想告诉她，这才只是你泼天富贵的开始而已。没过几天，我妈又签了课，到手16万，期间那些陆陆续续几千块的小钱，我都不好意思提，数字太小，实在配不上本福星的面子。原本还担心自己卡里那中彩票的60万不够花的我妈，看着银行卡里只多不少的余额，陷入沉思。我妈斟酌了许久，在某天下班路过彩票店时，买了200块钱的刮刮乐。第1张没中，第2张也没中，
直到刮到最后一张，我妈的眼珠子一下子就直了。她有些难以置信地问彩票店老板：“这个福字是中了20万吗？”原本还在打盹的老板眼睛一下子也直了。我妈和老板2个人低着头研究了那张刮刮乐好一会，最后老板两眼放光：“真的是，哇，小姑娘，你这手气好得不得了啊！我开了这么久的店，最大也就见过中18000的。”出了彩票店，我妈还没回过神，她掐了一把自己的脸，疼，不是在做梦。我妈在接受泼天富贵洗礼的期间，曾不止一次和我爸提出要离婚，可我爸偏偏这个时候又开始装死。我妈发给他的消息，他依旧会回；打给他的电话，也依旧会接。但是只要我妈提到要离婚，我爸就立马挂断电话。我爸和我妈提过很多次想见面，想见他，也想见孩子。他还按照从前的地址，偷偷在我妈舞蹈室楼下蹲守。可蹲守了3天，始终没见到我妈的半个影子。直到他的耐心耗尽，拉下脸面问舞蹈室的老师，几个老师面面相觑：“没呀。”可心老师早就走了，他和老板商量投资开了分店，早就走了。他从店员嘴里知道了分店的地址，那些店员只当他是我妈从前的客人，并没有多想，也就顺水推舟告诉了我爸。我爸风风火火就去找我妈对峙，大概他也觉得离婚实在是没有面子，知道我妈在里面上课，也没有闯进去，而是一直坐在外面等我妈下课。不知道我爸怎么想的，他还买了一盒我妈从前爱吃的豆乳盒子。下了课，我妈有说有笑的和几个客人从舞蹈室出来，我妈一眼就看见了坐在门口的我爸。大概是我妈现在的模样和她想象中实在大相径庭。我爸盯着我妈的脸愣怔了许久，像是被晃了眼睛。我妈经受了泼天富贵的洗礼，被金币爆改，她身上穿着的丝袜比我爸一个衣柜的衣服加起来都要贵。我妈刚刚还笑着的脸，在见到我爸的一瞬间就黑了下去。我妈开门见山：“你来干什么？想通了，那现在就去民政局。”我爸硬着头皮挤出笑容，递上手里的蛋糕盒，说道：“别提这个行吗？我来看看你。”听到这话的我妈连半个眼神都没分给他，转头就要走。我爸眼疾手快，从椅子上弹射起步，拽住了我妈的手腕。可就在他触碰到我妈手腕的一瞬间，我妈就立刻扯着嗓子撕心裂肺地大叫出来。我妈一脸惊恐地喊道：“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不认识你，你怎么上来就动手动脚的？”我妈这一嗓子立刻招来了一群人，前台的人火速赶来，把我妈护在一边，然后说道：“李老师，他说是有你的课。”前台当时核实我爸的名字时，发现并没有这个人。我爸灵机一动，马上想到说自己是在从前的店里给朋友买的课。前台当时觉得奇怪，但也没有多想。我妈惊叫道：“我压根都不认识他呀！”舞蹈室里几个男老师立刻赶来，挽袖子的挽袖子，扯衣领的扯衣领，当下就把我爸团团围住。我爸被我妈这突如其来的一嗓子直接吓得懵了，反应过来时，眼前黑压压围着几个满是腱子肉的男老师在摩拳擦掌，旁边还有几个女老师一边安抚着我妈，一边用厌恶的目光不停朝我爸甩眼刀。我爸的脸一下子就白了，他拎着手里的豆乳盒子，支支吾吾地为自己辩解：“不是，不是。”他指着自己的惨白的脸，硬着头皮挤出一个笑容说道：“我是李老师的老公，不信你问他。”话音未落，围观群众中立刻有人反驳他：“胡说，你编也要编得像一点啊！”
李老师早就要和她老公不，前夫离婚了。我妈没说话，听到这话的我爸顿时松了一口气。你看，你也说是要离婚，不也没离婚吗？我真的是她老公，她和我闹脾气，说要和我离婚，你们帮我哄哄她，我是真心爱我老婆的。刚刚还稀稀疏疏的围观群众一下子陷入了沉默。我爸以为这是他机会，没想到这才是他真正的死期。舞蹈室里谁不知道李可欣老师有一个人渣老公，小到婆婆扇自己巴掌，老公不管不问，大到老公亲手把即将临盆的她推倒在地，让孩子早产。我妈这时候才抽抽搭搭地说道：我实在是没办法，我不想他骚扰我，我只能说我不认识他，我真是过够了从前担惊受怕的日子了。我爸这样自报家门、自寻死路的做法，无一例外得到了群众们的痛骂。不知道有人骂了他句什么，我爸立刻不装了，甩手把豆乳盒子摔在地上，像愣头青一样撸起袖管子，挥舞着拳头就往其中一个人脸上砸。豆乳盒子在地上摔了个稀巴烂，是我爸先动了手，他刻意装出来的那副低眉顺眼的模样，怎么都掩盖不了骨子里的暴躁与冷血自私。眼尖的围观群众马上就冲了上去，不知道哪位梁山好汉抡圆了胳膊，照着我爸的眼窝就是一拳。接着我爸就和一群人撕巴了起来，双拳难敌四手。我爸的小鸡爪子当然也敌不过群众们的你一脚我一脚。等我爸挨了好一会揍，一直暗戳戳叫好的人们才想起来要报警。我爸鼻青脸肿地坐在调解室里，而几位见义勇为的大哥只是受了皮外伤，他们两手一摊，一脸茫然。我看错了，以为他手里拿着刀子，他在我们舞蹈室里闹事，骚扰我们女老师。我一下子火气就上来了。他说他是我们女老师她老公，我们都还没说什么呢，他可照着我脸就是一拳。我爸鼻孔里还塞着卫生纸，脸上没一块好地。他一听这话，马上就拍了桌子，冲着几位大哥就叫道：放你的屁！是你们先骂我的好不好？他的嗓门一有变大的趋势，负责调解的警察叔叔就喊道：这是派出所，是你拍桌子的地方吗？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前因后果已经很清楚了，看了监控，也问了其他几个老师，我不管你是去找老婆还是去干什么的，是你先动的手，打的人家小伙子，是你先影响了公共秩序。我爸一下子就怂了，他吸了吸鼻子，梗着脖子故作硬气。那他们打我的伤怎么算？我可是受害者。警察叔叔一脸无语，双方都动手，就没有什么受害者。再不和解，给你们都记上一笔打架斗殴，妨碍社会秩序就高兴了。几位大哥见状也表了态，你的医药费我们该赔多少就赔多少，我们这也受了伤，你也赔给我们医药费，这事就完了。道歉也可以，但是我们根本没骂你，你自己听错了。我爸把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，连无能狂怒都做不到，面部表情只要稍稍扭曲一点，扯着伤口就一起疼。他只能哑巴吃黄连，所有气都硬生生地咽回肚子里。几位大哥走后，就轮到我妈和我爸的调解了。警察叔叔看了一眼我妈，问道：说说什么情况？他说他去舞蹈室找你，怎么是你不愿意见他，也不愿意见孩子，还是怎么回事？他神志不清，不太能讲清楚话，听不懂。我妈言简意赅：我已经起诉离婚了，他酗酒，在我妊娠期家暴，导致孩子早产，我和他没什么多说的，法院见就好。区区2句话就足够介绍清楚我爸了。我爸听到起诉离婚，
马上瞪圆了眼睛，一拍桌子就站了起来。刚想发作，就被警察叔叔按了回去。轮不到我爸插嘴，警察叔叔指着他的鼻子警告：“我告诉你，你给我老实点，我们可以拘留你的，清不清楚？是看你在孩子的份上，不想给你留案底。我爷都已经在里面登缝纫机了，还差我爸这一个案底。”警察叔叔对他的鄙夷写在脸上，丝毫不做掩饰。警察叔叔转头又对着我妈说：“这个决定很明智，也很正确。单亲妈妈很不容易，希望未来的你和孩子一切都好。”从派出所出来后，我妈回到家，她抱起我站在落地窗前的阳光下，她用脸颊蹭了蹭我的脸，她轻轻说：“我和宝贝的未来一切都好。”后来我妈上法院起诉了离婚，我爸又不知道从哪里得知了。现在判离婚不容易，多半得起诉3次5次才能离，这就足够拖个我妈3年5载的。她对自己还蛮自信。我妈也知道这个问题，专门请了律师。律师委婉地告诉我妈，如果不想法官误会他们俩感情良好，可以扑上去扇我爸。开庭当天，我妈死死地揪住妊娠期家暴这一点发疯。虽然我妈声音只要大一点，法警就会围上去，但我妈还是见缝插针，挤过人群，痛痛快快就送了我爸一个大嘴巴子。清脆的掌乖声恐怕让在座的所有人都想拍手叫好。我妈很快就被拦了回去。后来即使我爸绞尽了脑汁给自己洗白开脱，都无济于事，因为法官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我妈眼中时不时闪过的杀气和跃跃欲试。最后我爸和我妈还是判离婚了。法庭上，我爸曾问了我妈一个问题，他说道：“你说你口口声声为了孩子的未来，但是你就忍心让你的孩子没有爸爸，从小在一个残缺的家庭中长大，你让他以后怎么面对别人的目光？你是一个母亲，你就应该无私，放在第一位的是孩子的感受，而不是你自己的。”很显然，我爸为了我妈这一纸诉状可是煞费苦心，按照他的智力水平，恐怕他再修炼个几百年，嘴里都吐不出来如此精雕玉琢过的象牙。我爸的话给他自己助长了底气，他指着我妈的脸就继续发难：“是，我或许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，但你总要给我机会，让我做一个合格的父亲。我亏欠你的，我以后都会补偿给你。你扪心自问，你现在剥夺了我当父亲的权利，咱们究竟是谁欠着谁的？”这番话，我妈只觉得荒诞可笑。为了孩子让自己委曲求全，和已经相看两厌的人继续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是无私，罔顾自己的未来，让自己的余生都凑合在永远都没有希望的黑暗未来里是奉献，把孩子一辈子都囚禁在父母无休无止的争吵，拉着孩子一起饱受煎熬才算母爱。我妈露出一个不屑一顾的笑容，缓缓说道：“我应该先过好我自己的人生，因为我爱我的孩子，所以我更要如此。”我妈转头对法官说：“青天大老爷，由此可见，他永远都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丈夫，更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父亲，他甚至连一个合格的男人都不是。”清汤大老爷也不再犹豫，一锤子下去，直接判了离婚。我的抚养权理所当然给了我妈，而我爸被判要赔给我妈几万块钱作为补偿，以及后续的抚养费也需要按时打给我妈。可我爸不知道是不是洗脚洗得多了，把大脑皮层的褶皱洗没了。他剑走偏锋，得了狐朋狗友的怂恿，把我奶的那套房子抵押贷款，在法院强制执行前2天还完了我妈的钱。
我当然不能让他欠着我妈的钱，欠谁的都好，就是别来沾边我妈。我爸原本很自信能还得上贷款的，但是喝酒误事，库房里有笔账清点的不对，直接少了10几万的货，这可是件大事情。公司不仅让他卷铺盖走人，甚至还要求他赔上那10几万。那窟窿越补越大，家里还有中风偏瘫的老母亲要人照顾，家里天天有催债的人上门，满小区都贴满了我爸的大名，房子被抵押，贷款还不上，还被公司起诉，眼瞅着马上就要带着自己中风偏瘫的妈露宿街头。他走投无路，在法庭上硬气的和我妈撕破脸之后，现在又低声下气的找上了我妈。他用别人的手机给我妈打来了电话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他哭道：可心，算我求你，看在从前做过夫妻的情分，也看在我是孩子爸爸的份上，你就借我20万。我知道你现在当了大老板，根本不差这20万，等我缓一缓，马上就还给你。我现在是真的没了办法，你也不能真的忍心让我妈这么大年纪了，还在跟着我四处躲债吧？我妈现在当然不缺那20万，区20万。我妈现在可是4、5节课就拿下了。听到我爸的话后，我妈笑得轻快。你从前不是说孩子是我和别人生的吗？从那刻开始，我就已经当孩子没有爸爸了。刘健，孩子姓李，法律上的血缘关系永远都不可能解除。但是有谁知道你是孩子的爸爸呢？就连孩子他自己都不知道。我妈把奶嘴塞进在一旁咿呀咿呀骂街的我嘴里，然后对着电话说道：以后别再给我打了。挂断电话之后，我妈直接把号码拖进了黑名单，亏妻者百财不入，这一切都是她咎由自取。众所周知，人有钱的时候从来都不缺朋友，而我爸现在走投无路，他原先的那些狐朋狗友看见他就像看见瘟神一般退避三舍，甚至还称得上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没过多久，我爸又剑走偏锋，得了高人的指点，把自己的银行卡寄去了别人手里。那人给他画了一张非常圆润饱满的饼，只用你的卡刷刷流水。而且你这是储蓄卡，我拿了能有什么用？你放心，流水刷上去之后，你就能再办信用卡了。国家打击网络诈骗的标语贴的大街小巷都是，我爸是半点都不带听的，就当他在家做着能天上掉馅饼的美梦时，警察叔叔就找上了门，然后当着我那中风偏瘫、生活不能自理的奶奶，带走了他的宝贝儿子。这一走，就再也没见上我爸。我爸的银行卡被人刷了几百万的流水洗钱，那钱自然是脏的。48小时不到，当下就定了性，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。时间一到，人就被送去了看守所。他的那些身份证、钥匙什么的，还是个远房亲戚赶来拿走的。远房亲戚也没想到自己会摊上这烂摊子，看着中风卧床不起的我奶，破口大骂我爸和我奶1个钟头。那亲戚也是不好惹的，对我奶也谈不上善待。总之，恶人有恶人治，饿不死就行。我爸被判了3年，罚金2万，这下可好了。我爸和我爷一起进去蹬缝纫机了。自从和我爸离婚后，我妈整个人都神清气爽，她的舞蹈是越开越火，也越来越高大上。她的课时费现在都成了我高攀不起的价格。她现在已经不带大课，只接私教。姥姥姥爷虽然没有收入，现在按照我妈的经济水平也不用再申请低保，可老头老太太始终觉得不愿意成为我妈的拖累。没关系，他们没担心几天，
村里就传来了要被拆迁的好消息。光是家里那一大块宅基地就是好大一笔钱，更不用说那1亩3分地了。姥姥姥爷高兴得合不拢嘴，这下彻底把心放回了肚子里。真正有能力的人，从不抱怨大环境。我叼着奶嘴洋洋自得。后来我妈始终都没去做手术，磨平自己松垮的肚皮和妊娠纹。倒是凭借她过人的意志力，松垮的肚皮变成了马甲线。她依旧会穿露脐装，有时候兴起还会给我展示她的妊娠纹。她的眼睛弯弯，像一轮月牙。她说道：“妈妈以前在想，我牺牲了自己的青春，牺牲了自己的身材，生下你，究竟是不是一件值得的事情？但是妈妈现在知道了。在我当初下定决心要把你生下来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已经做出了我的选择。我虽然还不知道如何做一个好妈妈，但我会毫无保留地爱你。也正是因为爱你，所以我会更加努力地过好自己的人生。”我妈突如其来的话感动得我痛哭流涕，一不留神，我扯到了她的头发，她立刻龇牙咧嘴地大叫起来：“倒反天罡，倒反天罡！”大概是我妈龇牙咧嘴的面目过于狰狞，我用尽了浑身的力气，扯着嗓子含糊不清地喊了一句：“妈！”我妈愣怔了许久，呆呆地盯着我，眨眼之间，她就湿了眼眶，眼泪在她眼眶里转了几圈。她用手指轻轻刮了刮我的脸，她的语调无比温柔，满是慈爱：“是呢，我是妈妈，我也爱你，妈妈。”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